在作为甜蜜使者遨游神武3界的日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纪念神武伙伴之间故事的信物。一座奖杯，一个账号，一只宠物，这些看似寻常的游戏里的物品，实际上都暗藏了一串串的情感密码。可能是一场比赛的惊心动魄，可能是遇到那个他的幸福，也可能是一起并肩战斗的热血沸腾。所以我们叫它神武思情感博物馆。今天这座博物馆即将与大家见面。是的，我也相信大家已经听声音都猜出来是谁了，对不对？没关系，猜出来也没关系，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简短的视频，先了解一下到底都是谁。很高兴认识你，陆地队的欢乐我们都懂。神武寺让缘分在一起。很高兴认识神武。神武10周年，很高兴认识你。没错，让我们一起喊出他们的名字：印堂少女303，神武寺甜蜜使者，有请他们上台。主持人好。好的，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印堂少女303，神武寺甜蜜使者，感谢神武寺一直以来的支持，很高兴认识你们。是的，很高兴又见到你们神武寺甜蜜使者。其实，在10天前啊，各位就已经在广州，在顶级音乐盛典咪咕会上进行了神武10周年推广曲。 拉我的首场演出，我相信现场的观众也是反应非常热烈的。从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你们的粉丝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热情，是不是？那么在这首歌的时候，你们就是创造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这首歌《拉我》，其实在舞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加入了很多可爱的元素，然后也非常突出同伴之间的一些互动啊，有趣的互动，然后也是非常元气满满的一支舞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首歌，然后也可以拉着朋友一起去玩神武寺。 是的，其实拉起同伴一起来玩神武，也是我们神武作为一个快乐社交游戏的一直以来的一个主题。其实刚才在听到我们甜蜜使者介绍了神武的情感博物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神武伙伴之间的故事。其实在这里我也想采访一下我们的甜蜜使者们，博物馆里面呢有这么多的故事，如果请你们来挑选一个印象深刻的来分享哦，你们会挑选哪一些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奖牌的故事。其实这个背后是一支非常顽强的战队，他们从来没有踏入过神武之战的这个冠军联赛决赛，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他们最终很不容易的挺进了神武之战冠军联赛决赛的舞台，虽然他们还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指挥说没有离开。 所以其实这个跟女团的成长也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场比赛都能赢，但是很庆幸我们有队友跟自己一路坚持，也才能有今天我们对着大家说我们是印堂少女303，所以希望这支黑马战队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是的，其实神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群共同热爱游戏的人，共同热爱的一个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然后一起坚守。其实结果虽然很重要哈，但是我相信就是伙伴们并肩作战的那个感觉，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我相信大家也会想到自己在创造营当中的一些经验经历。那么其实据我所知呢，我们的月月也是一名电玩少女哈，其实肯定是对这些故事有触动吧？对，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对。 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对，可以看这个大屏幕。对，有一张图，大家光是看这个图的话，肯定就觉得啊，还蛮温暖的。其实我今天讲的呢，就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一个故事。
这张图片讲的是一个玩家突然的就不辞而别，然后呢，就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去各个区去创建了一些新号，去做任务，然后去喊话这位好朋友。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很幸运的是，哎，这个好朋友他联系上了，然后联系上了以后呢，这位伙伴就说，就算少了全世界，也不能少得了你。对，然后觉得哇，非常暖心。虽然是在游戏中建立的友谊，但是的话，我觉得这个友谊不仅仅是建立在游戏当中的，这个友谊也是，就是伴着这个游戏一直延续下去。是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就是虚拟的游戏，真实的情感。我相信在刚刚我们月月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当中哈，我们其实也可以非常的很深的去理解到他，一位朋友突然消失不见，然后去奔赴各大区创建小号，然后去找他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大家可能感同都比较深受。那么也谢谢赵烨给我们分享到一个感动的故事哈。那么卓贤这边有什么神武情感博物馆的故事想要跟在座的各位分享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神武的帮派，它有一个特别好听又特别的名字，叫做情或雨。无论情或雨，我们都始终在一起，这么一个意思，非常的温暖。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共同经历了游戏无数的任务，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风雨都击不垮的强帮。所以我希望我们印堂少女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无论晴天或风雨，我们都可以一起走。是的，其实游戏内的帮派可能它不像是说是一个小团队那么简单，它可能会有200多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群的一个集体，他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去努力。那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团队，他们也是有非常多更多的目标这样去努力的，是吧？那么也是感谢卓贤。那么念念有什么神武情感博物馆的故事呢？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好，我记得有一位歌手重新翻唱了。神武笑春风，对，然后他说，这首歌是他的梦，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梦想，然后，是的，10年以后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唱歌。其实《神武笑春风》这首歌是10年前这位歌手创造了一首歌。然后在10年后的今天呢，神武的10周年上也是找到这位歌手，重新对《神武笑春风》进行了一个改编。他其实也觉得这10年过得很恍惚，但是我相信，樱桃少女303对于你们来说，10年也不是一个界限，肯定会有更多更广的一个空间的，好吧？那么也是谢谢我们念念分享关于梦想的故事，相信我们樱桃少女也会永远记得我们最初的梦想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一下我们仙宁了，那么在你的博物馆当中，你觉得就是最能打动你的故事是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浪漫的人，然后我就是记得有一对玩家，就是他们的爱情实现了，就是从校园，然后穿着校服，然后到婚纱，然后就是从游戏到现实。虽然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们相隔千里，但是在神武的世界里，他们始终并肩游历，然后心连着心，终于在神武10周年之际，他们迈向了婚礼。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张图啊，不仅是一对玩家，它是一批玩家，一群玩家。他们在神武当中，在游戏当中找到他们的真爱。我们今天也是在长隆是举办了一场神武的一个百人婚礼的一个活动，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在神武当中找到了人生当中另一半的玩家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盛宴。我相信，很多女生或者说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向往去憧憬这个时候，这个时光的到来。那么也是谢谢仙宁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甜蜜有爱的故事，也让我们再次谢谢5位甜蜜使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多益网络品牌总监万立勇及大运营中心的几位小伙伴、资深玩家一起上台，与我们印堂少女303、神武寺甜蜜使者一起为情感博物馆开馆剪彩，有请。OK， 好，我们再看看。OK， 可以再往前走点。好，那个彩带有点长哦。对，好像还要再往这边走一点，再走一些。好 ，OK。是的，那么在我们的神武寺情感博物馆者的伙伴之间，它距离可能更近一些。好，天琪可以往这边过来一些。OK， 好。3、
2、1。我在这里宣布，神武情感博物馆正式开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玩家留下的梦想和情感、欢笑与泪水，这就是我们称为的青春。未来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玩家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好，请我们的多一点小伙伴和我们的神武寺甜蜜使者樱桃少女303，可以再合紧一点，我们合照留念一下。OK，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师 OK 吗 ？OK， 好。好的，我请我们的樱桃少女303神秘术甜蜜使者，还有我们多一的小伙伴可以先下台休息了。好的，感谢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哦，一会儿我们的樱桃少女303还会有更多的时候跟大家互动的，来。